每天清晨醒来，你都笃定地面会支撑你的体重，清楚太阳照常升起，坚信自己绝不会在下一秒瓦解成基本粒子。可事实真的如此吗？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深地探测器捕捉到的信号，预示着现实并非如你所想。科学家发现了一些在稳定宇宙中不该存在的超重粒子，观测到引力正在你无法感知的维度中消失。在物理定律中，还发现了诸多根据现有数据完全不可能存在的现象。过去100年来，物理学不断逼近现实的边界。相对论告诉我们，时间和空间并非绝对不变。量子力学揭示，在最微观的世界里，粒子甚至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当科学家试图用弦理论完成统一时，却发现宇宙结构远比想象中更复杂，甚至存在我们完全无法感知的额外维度。更诡异的是，当这些理论被推向极限时，一些无法解释的裂缝开始显现。如果这些裂缝真的存在，它们意味着什么？是通向更高维度的入口，还是现实即将崩塌的信号？本期视频，我们将探讨多个异常现象。这些现象表明，你身处的现实远比课本中教的更脆弱，更像人为构建的产物，同时更加危险。接下来，通过一系列前沿物理的线索，带你一层层撕开现实的外壳，看看宇宙深处究竟隐藏着什么。过去50年来，物理学家一直依赖一套名为标准模型的理论体系。这是人类迄今最成功的物理理论，能预测一切，能解释太阳的燃烧机制、原子的结合方式，还能准确告诉你宇宙的构成。这套理论本应是铁律，可在近期，位于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实验室决定通过测量 W 玻色子的质量，对这一理论进行极限测试。你可能会问，什么是 W 玻色子？你不妨将其看作宇宙的火花塞，它是弱核力的传播载体，而弱核力正是让太阳实现氢聚变成氦的关键力量。若没有 W 玻色子，恒星不会发光，辐射不复存在，你体内的原子无法维持现有的结合状态，它是现实结构中一根至关重要的承重梁。这种粒子有着严格的质量上限，根据标准模型的理论推导，其质量必须精确为80357兆电子伏特。若是质量偏轻或偏重，整个数学体系就会失效，物理世界的对称性会被打破。为此，科学界耗时10年，让数万亿个粒子相互碰撞，只为获取更精准的测定质量。经过反复核对数据，最终得出的数值并非80357，而是80433兆电子伏特。这不足1%的微小偏差，为何如此重要？为何科学家们要为亚原子粒子的这一点误差寝食难安？答案其实很简单。比如，你拿着卷尺走进客厅，测量后发现房间的宽度比昨天窄了5厘米。你清楚自己并未挪动墙壁，邻居也没有，房子看起来和往常一模一样，但测量数据却显示房间缩水了。这绝对会让你一脸懵逼。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正从外部挤压墙壁。这一微小的测量偏差证明，房间结构正受到未知因素的挤压，意味着宇宙中存在着隐藏的粒子霍力与我们的现实相互作用，压迫着宇宙的根基。然而，如果理论根基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旦崩塌，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因如此 ，W 玻色子的额外质量不再只是一个有趣的科学谜题，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威胁。这一异常现象表明，真空的稳定性并非你想象中的那般稳定，这就是所谓的假真空问题。你可以把宇宙想象成一颗停在谷底的球，认为宇宙处于能量谷底，这是最稳定且安全的能量状态。毕竟130亿年的一成不变，让我们倍感安心。可新的观测数据显示，你并非处于谷底，而是被困在悬崖半山腰的边缘，而 W 玻色子的额外质量正在让边缘不断倾斜。如果标准模型连 W 玻色子的质量都测算错误，那还在哪些地方出了问题？我们是否安稳地站在半山腰的岩架上？
还是说脚下的大地正等待着某个随机触发点后轰然崩塌，让我们坠入无尽黑暗？这会不会是实验误差？实验室的探测器是否出现了故障？会不会是软件漏洞导致数据失真？任何理性的人都会先提出这些问题，但你需要看看是谁在进行这项测量。这项实验可不是几个学生在地下室搞出来的，而是由 CMS 合作组主导，数百名全球顶尖物理学家分析数万亿粒子加速的实验数据。研究团队耗费10年光阴，试图证明自己错了。他们反复核验数据，校准每一根线路、每一行代码，排除一切人为误差。在物理学领域，证实一项发现有着严格的标准，即5西格玛标准。根据国际物理联合会标准，若实验结果达到5西格玛，其随机偶然事件的概率仅为350万分之一。这是科学界证实希格斯玻色子存在的判定标准，只要达到这一标准，即可被视为确凿证据。但 W 玻色子质量异常的观测结果并非5西格玛，而是7西格玛。这一结果为随机偶然事件的概率约为1万亿分之一。试想一下，如果你抛硬币连续40次正面朝上，你绝不会认为这是巧合，只会觉得硬币被做了手脚。这个数值传递的信息正是如此，实验设备没有故障，数学计算没有出错，那就是宇宙本身被做了手脚。这表明标准模型遗漏了拼图中至关重要的一块，意味着原子内部的真空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充斥着某种重质、活跃且不可见的物质，正干扰着我们的测量。数十年来，物理学家寄望于超对称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每一个已知的粒子都存在一个质量更大的半生粒子来平衡物理方程。科学界曾以为超对称理论会是那个简洁而精妙的答案，可以完善我们的宇宙理论体系。然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多年来一直在让质子对撞，试图搜寻这些超对称半生粒子，却始终一无所获。于是，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困境：W 玻色子的超重证明了隐藏粒子的存在，而解释这些粒子的最佳理论已然彻底失效。我们如同在迷雾中前行，明知房间里有一头看不见的大象，地板的吱呀作响早已证明，你却无法看见它，也无法用仪器探测到它。如果标准模型崩塌了，这对我们周遭世界的稳定性意味着什么？如果宇宙的设计蓝图缺了一页，或许我们恰好遗漏了标注宇宙终结的警示标签。因为当你把 W 玻色子的额外质量与希格斯场的质量结合分析时，理论图景不再显示稳定的能量谷底，而是一个陷阱。要理解这个陷阱的本质，你需要了解维系你身体存在的希格斯场。你可以将其视为宇宙的背景静能场，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粒子都与这个场相互作用。正是这种相互作用赋予了粒子质量，让你知道自己的体重。倘若没有希格斯场，你将不再是固态实体，而是化作一团以光速运动的辐射云。数十年来，科学家们虽知晓希格斯场的存在，却对其强度始终一无所知，无法知晓宇宙这块地板的真实稳定性。2012年，科学界终于捕捉到希格斯玻色子，在对其进行精确测量时，最终得出了一个极为特殊的数值125级电子伏特。当物理学家看到这个数字时，全都陷入了沉默，因为整个宇宙的稳定性都严格依赖这一质量数值。如果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再轻一点，比如120级电子伏特，希格斯场会处于绝对稳定的状态，你可以安稳地处于能量深谷，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万物皆无法撼动你。如果质量重得多，希格斯场会变得极度不稳定，致使宇宙早在数十亿年前就已崩塌，恒星和星系永远不会形成。而125这个数值恰好处于中间值，意味着宇宙的稳定性仅能维持一段时间，无法永恒存在。这就是所谓的亚稳态。你并非处于能量谷底，而是被困在悬崖半山腰一处平缓的岩架上，阻挡你坠落的围墙远比想象中要低矮得多。那么是什么在阻止我们从岩架上坠向深渊？在日常生活中，除非你有足够的能量翻越围墙，否则只能待在墙后，引力会将你牢牢按在地面。可希格斯场并不遵循宏观世界的规则，只受量子力学的法则支配，而在量子世界里，围墙并非坚不可摧。
当亚原子粒子撞上障碍物时，并非总是弹回去，有时还会投机取巧，借取能量瞬间消失，然后直接穿过围墙到达另一侧。由于真空本质上就是一个量子场，同样会发生类似的隧穿效应。正因为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为125级电子伏特，支撑宇宙的围墙薄到足以让粒子隧穿。无需巨大的碰撞将你推入深渊，无需灾难降临，只需一个概率事件，只要宇宙中某处的微小空间发生随机涨落，隧穿过这道围墙，就会瞬间抵达另一侧的真空。当那一刻到来，宇宙的能量根基会轰然崩塌，能量状态直接坠入悬崖谷底。换句话说 ，W 玻色子的异常告诉我们，你脚下的岩架正在倾斜；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则告诉我们，阻挡你坠入深渊的围墙已千疮百孔。我们正活在借来的时间里，身处一个从数学角度注定会走向崩塌的系统中。当借来的时间走到尽头，现实会呈现出何种景象？如果真空坍缩，我们是否会目睹爆炸？能否感受到高温？还是说一切会以极快的速度发生得悄无声息？如果宇宙中某个微小的空间点隧穿过围墙，从假真空坠入真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可能会想到类似核弹爆炸的场景，不过这可比核弹恐怖得多。核弹只是重新排列物质的结构，真空坍缩则是直接改写物质的基本规则。物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真空泡。试想一杯超冷的水，虽处于液态，温度却已低于冰点，本应凝结成冰，只是缺少一个触发点。若你轻敲杯子，冰晶便会形成，迅速扩散，将整杯水冻成固态。真空坍缩的过程与此如出一辙。当某个空间点坠入更低的能量状态时，真空泡会瞬间形成，气泡内部的空间将不再是你熟知的空间，而是一个全新的现实。你熟知的物理定律、原子的结合方式、光的传播路径、引力的作用规律，都由希格斯场的特定能级决定。一旦能量水平改变，物理定律会随之改写。因此，当真空泡的边界不断扩张时，其所到之处并非仅仅是物质湮灭，而是从根本上改写其本质。那么，气泡内的原子会发生何种变化？你身体里的质子之所以稳定，是因为当前的物理定律要求它们必须稳定。但在真空环境中，物理参数彻底改变，强合力可能会弱到无法维系原子核的稳定，电子质量可能突然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化学反应将不复存在。如果这个气泡撞上地球，地球不会爆炸，而是彻底失去地球形态。构成岩石、海洋乃至你身体的原子都会瞬间瓦解成亚原子粒子细物，或根据气泡内的新物理规则坍缩成黑洞。这是宇宙操作系统的硬重启，而一旦这个气泡开始扩张，就会不断自我强化。坍缩释放的能量会以无穷的力量推动气泡边界向外扩张，湮灭沿途的一切，逐个改写星系的物理规则。如果10亿光年外的某个星系发生真空坍缩，我们是否会知道？是否能提前察觉它的到来？这正是物理定律对我们最残酷的捉弄，一切都与速度有关。在我们的宇宙中存在着严格的速度极限，没有任何物体能超越光速。这一规则不仅适用于物质，同样适用于信息。如果太阳此刻爆炸，你要8分钟后才会知晓。在死亡波袭来的8分钟里，你仍能看到阳光，感受到温暖，全然不知危险将至。由于真空坍缩会释放巨大的势能，让真空泡的边界瞬间加速到光速，这给观测者带来了一个可怕的灾难。光线是人类感知万物的唯一媒介，是宇宙传递信息的信使。在这种情况下，杀手与信使正以相同的速度前进，意味着你根本无法察觉气泡的逼近。如果月球现在发生真空衰变，你抬头望向天空，看到的月球依旧如常，其光线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飞向你的眼睛，而真空泡的边界正以同样的速度追逐着这束光。在月球安全影像光子抵达你视网膜的瞬间，真空泡的边界同时击中你的身体，没有预警，没有警报，没有道别的时间。前一秒你还坐在那里思考，看着这段视频，意识完全清醒。下一秒，你体内原子的结构已被改写，神经元还未来得及处理疼痛的电信号就已彻底湮灭。
你并非死去，只是彻底消失。这是宇宙终极的隐形捕食者。100万年前，它可能就发生在仙女座星系，此时正急速穿越虚空，朝银河系袭来。今夜，你依然能看到仙女座星系在夜空中闪耀，却浑然不知它早已消失。这时，宇宙仿佛变得一片漆黑，只是因为你尚未被击中，就假定围墙依然存在。那么，如果真空坍缩成立，数学规律允许发生，光速又让我们无法察觉，那为何至今仍未出现？宇宙已经130亿岁了，如果根基如此脆弱，为何我们还能安然存在？这是运气使然，还是数学规律正诉说，我们脚下的世界还隐藏着更诡异的真相？如果真空不稳定，触发机制随时可能出现，那么发生的概率有多大？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提出一个看似愚蠢，实则堪称物理学终极难题的命题：虚无究竟有多重？现在取一个盒子，将里面的原子逐一抽离，移除所有光子，隔绝辐射，你就得到了一个绝对虚无的空盒子。那么这个盒子的重量是否为零？你的直觉会告诉你答案是肯定的，可量子力学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量子场论指出，真空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充斥着虚粒子的混沌海洋。这些粒子凭空产生，从真空中攫取能量，转瞬即逝，最终彼此湮灭。这种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此刻就在你的头颅里发生着。虚粒子的活动会产生能量。爱因斯坦告诉我们，能量即质量，这意味着虚无其实拥有质量。于是，物理学家试图计算真空的质量，他们采用标准模型方程，将所有在真空中振动的虚粒子的能量相加，想要以此得出真空的能量密度。然而，计算结果却堪称灾难。数学推导显示，真空能应该无比巨大，无比沉重，大到时空在宇宙大爆炸瞬间就会坍缩成一个点，宇宙要么在瞬间4分5裂，要么坍缩成一个黑洞。可你看看我们周遭的世界，宇宙依然存在，空间平坦、空旷而宁静。当科学家们测量真空的实际质量及暗能量时，得到的数值却极其微小，理论预测值与现实观测值二者的差距达到了10的124方倍，这是一个1后面跟着120个0的天文数字。这绝非简单的实验误差，而是科学史上最大的理论与现实偏差，被称为真空灾变。就像你试图估算一粒沙子的重量，数学推导却告诉你，这颗沙子比整个可观测宇宙还重。这一偏差告诉我们2种可能：要么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存在根本性错误，完全不懂引力的运作原理；要么真空确实拥有巨大的能量，某种未知的神秘因素能与之完美抵消。如果第二种可能成立，那就意味着我们正站在比原子还锋利的刀刃上，一边是足以将我们碾成齑粉的巨大力量，一边是仅凭运气才得以维系的平衡。宇宙为何能在毁灭边缘维持着精妙的平衡？如果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是陷阱，真空能是一场灾难，数学模型显示我们早在数十亿年前就该被碾成齑粉，那我们为何还活着？为何你此刻正躺在床上看这段视频？物理学家给出的主流答案是仁泽原理。如果宇宙已经崩塌，我们便不会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既然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就说明宇宙必然稳定。这个答案能让你信服吗？应该没那么肯定，因为这属于循环论证。就像你连续1万次彩票中奖，当警察问你如何作弊时，你却说如果我没中奖就不会有钱了。这并不能解释你中奖的原因，只是陈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种逻辑暗示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有着更黑暗的真相，我们只是幸存者偏差的受害者。数学规律表明，稳定宇宙的诞生概率微乎其微，仅有万亿分之一。那么，要出现一个我们这样的稳定宇宙，必须进行数万亿次的概率尝试。这意味着宇宙大爆炸并非独一无二的事件，多元宇宙或许真实存在。你可以想象一片充满气泡的海洋，每个气泡都是正在尝试形成的宇宙。第一个气泡中，真空能过高，瞬间坍缩；第二个气泡中，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过重，无法形成原子，最终消亡；第三个气泡中，引力过弱，无法孕育恒星，同样走向毁灭。这样的失败上演了数万亿次，
无数宇宙在永恒的死亡与破败中循环往复，变成一片无尽的死亡墓园。直到第7万亿个气泡偶然间实现了物理参数恰好达标，真空能完美抵消希格斯玻色子的质量落在125级电子伏特的岩架上，恒星得以点燃。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宇宙。我们并非天选之子，只是统计学上一个尚未破灭的偶然。如同行走在尸横遍野的荒原，只因尚未踩到地雷，就以为自己永生不死。可运气终究会耗尽，我们已经看到了运气渐失的迹象。维系真空的暗能量并不恒定，宇宙的膨胀正在加速，平衡正在被打破。如果我们只是漂浮在黑暗海洋中的一个气泡，那么气泡之外正在发生什么？如果我们是幸运的幸存者，那我们的邻居又是谁？现在你不得不回到最初的异常现象，还记得那枚超重的 W 玻色子吗？这种额外质量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源于某种相互作用。如果我们的宇宙气泡正在渗漏，或是有某种东西正在从外部挤压它，我们理应看到裂痕。可事实证明，最大的裂痕并非源自真空能，而是存在于引力本身。为何引力如此微弱？为何它似乎正在从我们的宇宙中消失？如果宇宙是一个漂浮在死亡墓园中的气泡，而气泡壁已经出现裂痕，我们理应能看到外部世界存在的证据。最直接的证据并不在遥远的深空，就在你家的厨房里。你可以走到家里的冰箱前，看看那枚吸着照片或购物清单的小磁铁，它正对抗整个地球的引力。不妨想想这场对抗赛，磁铁向上拉着照片，而由岩石、铁和岩浆构成重达60万亿吨的地球则向下拉着照片，结果最终赢的却是磁铁。一枚硬币大小的金属，其引力竟比整个地球还要强大，这在物理学上完全说不通。我们本以为宇宙的基本力应该大致相当，维系原子结构的电磁力与维系恒星结构的引力理应是同级别的自然力。然而，它们虽然一同在大爆炸中诞生，但并非势均力敌，引力是其中的弱者。计算结果显示，引力并非只是略弱于其他力，而是比电磁力弱了10的36次方倍，这相当于一粒沙子与撒哈拉沙漠的差距。为何引力与其他力相比如此孱弱？为何需要整个星球的质量才能将你的双脚固定在地面，而门把手传来的一丝静电却能让你感到刺痛？物理学家将此称为层级问题。这个看似文雅的名称，实则掩盖了物理逻辑的彻底失效。如果引力真的是基本力，理应十分强大，结果却如幽灵般微弱，这意味着我们对它的认知存在根本性偏差。假设你坐在房间里，聆听扬声器播放的音乐，环境极其安静，声音却微弱到几乎听不见。你将音量调到最大，听到的依然只是一丝低语，你会认为是扬声器出了故障。那有没有可能，扬声器并没有坏，正在以最大音量播放，只是刚好在你隔壁的房间而已？你不妨进一步放开想象，我们感受到的引力有没有可能并非诞生于我们的宇宙，只是从其他地方渗漏进来的少许而已？更甚者，有没有可能引力诞生于我们的宇宙，却正在不断向外渗漏出去？那么，如果引力正在逃逸，它会去往何处？要找到引力的藏身之处，你必须摒弃宇宙是三维盒子的认知，转而采用弦理论的思维方式。该理论指出，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电子、夸克和光子并非微小的点，而是微小的振动能量弦。能量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开弦，形似一段两端自由的线段，有两个端点；另一种是闭弦，形似首尾相连的环状结构，无自由端点。正是这一形状的差异决定了一切。两种弦通过不同的振动模式，对应着自然界中的不同基本粒子。比如开弦的振动模式通常与光子等规范玻色子相关，闭弦的振动模式则与假想中的引力子相关。弦理论指出，我们的宇宙就像一张粘性的膜，简称膜宇宙，你可以将其看作是漂浮在更高维体空间中的一张三维膜。构成你身体的物质，即电子和质子，都是开弦，其两端的自由端点被化学键牢牢固定在这张膜上。
这就是你被困在三维空间的原因，永远无法逃脱。光同样是开弦，被固定在这张三维膜上，这就是你无法看到膜外世界的原因。但引力却不同，传递引力的粒子是引力子。根据数学模型推导，引力子是闭弦，是没有端点的环，无法被固定在三维膜上。这意味着引力可以自由离开，飘离膜宇宙，流入体宇宙，进入第4、第5甚至更高的维度空间。这就解开了磁铁的谜题，引力并非微弱，只是被稀释了。引力虽然在我们的宇宙中产生，但 99% 会瞬间从我们的纬度渗漏，消失在隔壁的更高维线时，你感受到的引力只是残留的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换句话说，你就像身处一间能量流失的房间，每秒都在向虚空流失能量。这并不只是黑板上的理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正在积极验证这一理论。当研究团队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中让粒子碰撞时，会测量碰撞前后的能量变化。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碰撞前后的能量数值必须相等，投入多少能量就必须释放多少能量。科学家们正在寻找能量缺失的现象，寻找那些碰撞后能量小于碰撞前的案例。如果找到这样的案例，就意味着碰撞中产生了引力子，且引力子瞬间逃离我们的维度，这相当于我们抓住了逃离现场的窃贼。然而，如果引力能逃离我们的宇宙，是否意味着其他宇宙的引力同样能进入我们的宇宙？如果我们漂浮在充满其他膜宇宙的体宇宙中，而引力是唯一能跨越膜宇宙间隙的自然力，那我们是否正受到其他宇宙的引力牵引？如果我们称之为暗物质的不可见物质并非一团气体，而是隔壁宇宙的影子，那我们该如何捕捉这只逃离房间的幽灵？又如何证明引力正在向更高维度渗漏？答案来自物理学中最严格的定律——能量守恒定律。该定律指出，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只能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比如，你点燃一根木头，木头的能量转化为热能和光能。如果你将所有的热能和光能累加，其总量将与木头最初的能量完全相等，一分一毫都不会流失。宇宙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保险库，至少理论上是如此。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中，科学家们每秒都会数百万次验证这一定律，让两个质子以光速对撞，精准计算投入的能量，然后捕捉所有碰撞产生的碎片，测量每个光子、夸克和电子的能量，把所有残骸的能量累加起来。通常情况下，能量数值完美吻合，输入等于输出。不过，科学家们寻找的是那些数值不匹配的特殊碰撞，寻找横向的缺失能量。就像你将一个装满硬币的存钱罐摔在地上，数着散落在地上的硬币。你知道罐子里原本有10元，结果却只找到了9元。你找了沙发底，摸了口袋，房间是封闭的，窗户是锁死的，可有一枚硬币凭空消失了。在封闭宇宙中，这不可能发生，但膜宇宙却告诉你，答案却很简单，硬币并非消失，只是滚出了这个维度，进入了另一张膜。如果我们确实探测到这种缺失能量，那将是证明现实边界存在漏洞的首个物理证据，意味着携带能量的引力子逃离了碰撞，飘离了我们的维度，进入了体宇宙。这一发现将颠覆一切，意味着你并非生活在封闭且稳定的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千疮百孔的筛子宇宙中。如果宇宙是一个筛子，那失去的不仅是引力，还有信息。每一个逃离的粒子都会带走一部分数据，带走碰撞的记录，带走宇宙历史的一片碎片，将其带入我们永远无法触及的虚空。然而，这扇门是双向的。如果引力能从我们的宇宙渗漏到高维世界，那么高维世界的引力同样能渗漏到我们的宇宙中。如果在体宇宙中，在我们的膜宇宙旁边漂浮着某个天体结构，你永远无法看到这个结构，因为光线被固定在我们的膜上，而你只能感受到它的引力。这听起来是否似曾相识？无形的物质，强大的引力，无光可寻。科学界对此起了个专门的名字——暗物质。几十年来，天文学界一直被暗物质的问题困扰。观察星系时，发现其旋转速度过快，可见恒星的引力根本不足以维系星系结构。
它本应像破损的旋转木马一样四分五裂，结果却始终坚如磐石。为了解释这一现象，科学家们虚构了一个幽灵，认为星系内必定存在一团巨大的无形物质，维系着星系的稳定。他们花费数十亿美元，试图捕捉暗物质粒子，在地下深处建造探测器，发射太空望远镜，结果始终一无所获，甚至连一个暗物质粒子都未找到。为何暗物质如此难以探测？或许是因为暗物质根本不存在。不过，弦理论却给出了一个更为诡异的解释。暗物质并非星系内部的一团气体云，而是另一个星系的影子。现在你不妨想象一下，我们的宇宙是一张漂浮在空气中的薄膜，另一张薄膜与其平行漂浮，相距仅几毫米。你始终无法看到另一张膜，因为光线只能沿着膜传播，无法在两者之间穿行。在你看来，膜上的空间空无一物，但在另一张膜上有一颗巨大而沉重的恒星。由于引力是避弦，能跨越两张膜之间的间隙，因此这颗恒星的引力可以向外辐射，穿过体宇宙中几毫米的空间，最终抵达我们的膜。这并非凭空臆想，在空旷的宇宙中，你会发现某个引力极强的区域，物质绕其运行，光线在其周围发生偏折，但那里却空无一物，只有一个幽灵天体。这就是影子膜理论，暗示我们并非独自存在于宇宙中，而是与平行现实共享着同一片时空，二者仅隔着一个比原子还小的维度鸿沟。在那个平行现实里，可能有恒星、行星和文明，而我们却正在彼此的幽灵中纠缠。它们的引力维系着我们星系的稳定，我们的引力同样在牵引着它们。我们正在与一个永远无法触及的幽灵舞伴共舞。这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外星人的认知。我们在数光年外的行星上寻找生命，而最高级的文明，或许此刻就存在于你我身边，蜷缩在一个与你肌肤相接，却因体宇宙的几何结构而永远无法触摸的维度中。然而，如果它们真的近在咫尺，这是否安全？如果两张薄膜漂浮得如此之近，一旦相互漂移，间隙闭合，会发生什么？如果你观察星系的运动，似乎有某种巨大的天体正在牵引着我们，这意味着我们并非只是随波逐流，而是在被拖拽着前进。如果我们与一个隐形的巨物共享着同一片空间，它只是在观察我们，还是正在对我们做着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你需要看看宇宙的运动方式。你或许听说过，宇宙正在膨胀，星系本应像膨胀气球上的点一样彼此远离。在这个模型中，一切都在四散分离，宇宙中没有固定的方向，没有南北东西，只是平稳且均匀地扩张着。然而，在2008年，天体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卡什林斯基领导的团队却发现，宇宙的膨胀似乎存在一个漏洞。他们观测了巨大星系团的运动，那些由数千个星系通过引力结合而成的天体系统。本以为会看到这些星系随机扩张，结果却发现了一条宇宙之河，包括银河系在内的数百万个星系不仅在膨胀，更是在漂移，朝着御夫座和长蛇座之间的天区高速移动，速度达到了每秒600公里。物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暗流，就如同你在一片平静且不断扩张的海洋中游泳，以为自己只是随波漂流，结果却突然发现，你和周围数千万公里内的游泳者都正被一股无声的隐形洋流向同一个方向拖拽。你不再是自主游泳，而是被强行拖拽着前进。这股暗流的可怕之处在于其背后引力计算的复杂性。要拖拽如此巨大的质量，让数百万个星系以这样的速度运动，需要一个规模难以想象的引力源。即便将可观测宇宙中所有恒星、黑洞和暗物质云全部叠加，其总质量仍不足以产生如此强大的引力。那么是什么在拖拽着我们前行？卡什林斯基团队认为，这个引力源可能存在于可观测宇宙之外，意味着我们的可观测宇宙气泡并非孤立存在，某种超越我们宇宙世界的力量正在牵引着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正被一个远到无法观测，却大到足以让整个宇宙倾斜的怪兽拖拽着飞向未知的深渊。得益于能穿透宇宙尘埃的射电望远镜，让科学家开始绘制那些在黑暗中等待我们的巨型天体图谱。
那么，这究竟是一个超大星系团，还是某种更为诡异的存在？科学界试图找到那只巨型怪兽，将望远镜对准暗流的方向，首先发现了巨引源，一个距离地球约 2.5 亿光年的引力异常区，正牵引着我们的银河系与数千个邻近星系。多年来，人们以为这就是答案，以为这就是宇宙之河的尽头。但当科学家深入观测后发现，数学计算不成立。巨引源虽大，却还不够大，仅能解释约 40% 的漂移速度，只是引力轨迹上的一粒面包屑。于是继续向深处探索，在巨引源的背后，他们发现了沙普利超星系团。这是临近宇宙中最大的星系聚集地，一个真正的宇宙泰坦，包含的星系质量相当于1万个银河系。这片由密集恒星构成的庞然巨物，其质量之大，如同保龄球在蹦床上弹跳一样扭曲着时空。然而，可怕的是，即便是沙普利超星系团，依然不够大。数学计算显示，即便其引力，也只能解释暗流的一小部分成因。真正的引力源，那头真正的利维坦，还在更远的地方，超越了宇宙的世界，隐藏在可观测宇宙之外，那里的光，至今仍未抵达地球。物理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为倾斜理论，认为整个可观测宇宙不过是倾斜的斜坡上的一小块区域，我们正沿着斜坡下滑，坠入由某个巨大天体制造的引力漩涡，而我们的整个现实，在它面前只是一粒绕其旋转的微尘而已。你永远无法看到它，它发出的光永远无法抵达你的眼睛，因为我们之间的空间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加速膨胀。我们如同落在树叶上顺流而下的蚂蚁，全然不知前方就是瀑布，只知道水流正变得越来越湍急。如果我们正滑向深渊，且影子膜假说成立，那当我们抵达谷底时会发生什么？当两张膜被这股不可思议的引力驱动相撞时会发生什么？或许我们已经躲过了一次这样的碰撞，其证据并不只是理论，而是印在你头顶苍穹中的一道伤疤。此刻，我们正滑向一只宇宙怪兽，又被隔壁的影子宇宙纠缠。这个故事的结局将如何收场？标准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从虚无中诞生，前一秒还是虚空，后一秒就充满了火焰，这听起来就像奇迹。不过，物理学家保罗斯塔哈特与尼尔图罗克提出的活宇宙理论认为，大爆炸并非宇宙的诞生，而是一次碰撞。他们主张，宇宙起源于多维空间中两个平行三维膜的碰撞，而非传统的大爆炸起点。还记得前面提到的那两张薄膜吗？我们的膜宇宙和影子膜宇宙。根据这一模型，这些膜并非静止不动，而是在体宇宙中漂浮波动，由于引力的牵引，注定会相遇。你可以想象两块巨型金属圆盘在无尽黑暗中猛烈相撞，撞击瞬间是灾难性的，膜宇宙运动的所有动能瞬间转化为热能与辐射。然而，对膜宇宙内部的观察者而言，整个宇宙仿佛突然燃起大火，温度飙升至数万亿摄氏度，物质被气化重组，空间在冲击波的作用下急速膨胀。科学界将这一事件称为宇宙大爆炸，但它并非真正的开端，只不过是一声雷鸣炸响。这意味着我们的宇宙并非一次性的事件，而是一个循环的引擎。膜宇宙相撞，能量创造出一个炽热的年轻宇宙，膜宇宙相互反弹，开始远离彼此，宇宙逐渐冷却，星系形成，生命演化。你在膜宇宙相互远离的平静期度过一生。但引力的牵引从未停止，最终会减缓膜宇宙的远离速度，将其重新拉回。这意味着我们被困在一个毁灭与重生的永恒循环中：爆炸、膨胀、冷却、吸引、碰撞，再爆炸。而最可怕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处于循环的哪个阶段。你知道膜宇宙正在运动，知道暗流正牵引着我们，却因无法看到体宇宙而无法察觉另一个膜宇宙的逼近。此刻，天崩地裂可能正在降临，下一次碰撞可能发生在10亿年后，也可能就在明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注定会坍塌的膜宇宙中，但这是否只是数学上的一场噩梦，或者是否只是物理学家之间互相编织的恐怖故事？通常来说，关于大爆炸之前的理论都无法验证，毕竟爆炸的烈焰会摧毁所有证据，就像火海中找不到指纹一样。
但有没有可能那次碰撞留下了凹痕？在宇宙最古老的光中，是否能找到证明我们曾与其他宇宙相撞的疤痕？要找到这道疤痕，需要观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是宇宙大爆炸的余晖，是现存最古老光的映射。根据标准模型，这张辐射图应呈现为静态噪声，冷热斑点均匀分布，如同沙滩上的沙粒。但2013年，普朗克卫星拍摄了迄今为止最详细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图。当天文学家观测南半球天区时，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不得不反复检查仪器是否沾染了灰尘。事实上，没有什么灰尘，他们只是发现了一个深邃的蓝色巨洞，宇宙微波背景冷斑，直径约10亿光年，温度明显低于周围环境。按理来说，这个区域本不该存在。从统计学角度，如此巨大的冷斑随机出现的概率几乎为0，就像你在平静的湖面上看到一个巨大且静止的冰冻漩涡。科学界试图解释这一现象，曾断言这是一个超空洞，是一片几乎没有星系的巨大空旷区域。可当他们统计该方向的星系数量时，发现这个空洞的空旷程度根本不足以解释如此明显的温度骤降，数学模型完全无法自洽。那么它究竟是什么？物理学家劳拉·梅尔西尼·霍顿计算发现，这片冷斑的特征与我们的宇宙在遥远过去与另一个宇宙相撞的结果完全吻合。你可以想象2个肥皂泡相互碰撞，接触的地方会留下凹痕。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宇宙微波背景冷斑就是活宇宙模型真实存在的首个物理证据，如同现实肌肤上的一块淤伤，证明了我们在多元宇宙中并非孤身一人，我们还有一个邻居，且在数十亿年前与它发生过碰撞。我们躲过了上一次碰撞，但疤痕的存在表明，我们所处的魔宇宙具有柔软特性，具有可塑性，可以被弯曲、凹陷，甚至撕裂。这引出了一个颠覆空间概念的问题：若宇宙只是一张可以被撞伤的膜，若引力可以从中渗漏，且拥有2维表面，那我们为何会认为宇宙具有深度？为何你会觉得自己身处3维空间？而所有的物理证据都表明，你可能正生活在一个平坦的表面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最深的兔子洞，探讨为何你的身体可能只是一个全息投影。要理解为何你周围的3维世界可能是幻觉，我们需要先谈谈毁灭。具体来说，就是当你摧毁某件事物时会发生什么。以书籍为例，如果你将莎士比亚全集扔进火堆，你会认为书中的信息就此消失，书页化为灰烬，墨水化作烟尘，故事就此湮灭。然而，在物理学中，事实并非如此，存在着一条被称为妖正性的基本法则，指出信息永不消失。宇宙就像一位严谨的会计，从不遗漏任何细节，物质的每一种独特状态都必然对应着其独特的过去和未来。倘若你足够聪明，拥有足够强大的计算机，理论上你可以收集火中的每一粒灰烬分子、每一个光子以及每一缕烟尘，逆转物理定律，将这本书完美重现。故事依然存在，只是被打乱了。这一定律是科学的基石，意味着过去真实存在，因果关系必然成立。1976年，霍金发现了这一定律失效的唯一场所——黑洞。霍金意识到，黑洞并非真的黑，它们会泄露能量，释放霍金辐射，并在数万亿年的时间里逐渐蒸发。最终，黑洞彻底消失，从存在中消逝。但问题在于，黑洞释放的辐射是随机的，只是热噪声，不包含任何关于黑洞吞噬物的信息。换句话说，如果你把莎士比亚全集扔进黑洞，等黑洞蒸发殆尽，这本书就真的消失了。辐射中没有书中的文字，黑洞不复存在，信息从宇宙中彻底抹除。这听起来似乎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实则是一场灾难。如果信息可以被摧毁，那我们便无法从现在推算过去。这意味着宇宙的运行轨迹无法倒放，因果关系的链条会断裂。如果因果关系被打破，整个物理学体系便随之崩塌。于是，现实的根基，那个过去决定未来的观念，就此瓦解。如果黑洞能抹去书籍，又有什么能阻止宇宙抹除自己的历史？这一发现让物理学家陷入了恐慌，它意味着我们的现实存在漏洞，
意味着宇宙的硬盘上存在一个本不该有的删除键。因此，只有两种可能：要么霍金错了，黑洞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样；要么量子力学错了，信息并非永恒不灭。这一悖论引发了物理学界长达40年的拉锯战，这场争论被称为黑洞战争。其中一方是霍金，他坚持自己的结论，认为信息确实会消失，黑洞内部的物理定律会发生改变，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另一方是伦纳德·萨斯坎德和赫拉德·特霍夫特，他们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若信息会消失，能量守恒定律就会失效，宇宙的温度会变得无法定义。说白了，如果霍金是对的，那么现实本身将毫无意义。这需要一个既能保住书，又不打破黑洞理论的解决方案，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即便物体坠入黑洞，信息依然安然无恙。不过，他们找到的答案激进到彻底改变了位置的定义。他们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当书坠入黑洞时，它究竟在哪？人们通常认为这本书会进入黑洞内部，占据事件世界背后的三维空间。这是常识，就像鞋子在盒子里占据了盒子内的三维空间。萨斯坎德意识到，关注体积其实是一个错误，信息可能从未真正进入黑洞的内部。当书撞上事件世界这个无法回头的临界点时，信息会被打乱，并印在黑洞表面。你可以想象一罐汤，汤液是内部的三维物质，而标签则是包裹在外部的二维薄片。标签清晰标注了汤的所有信息，番茄、盐、鸡精、多少卡路里等一应俱全。萨斯坎德指出，黑洞就像这罐汤，书中的数据、文字与意义都被编码在事件世界的二维表面上，坠入黑洞内部的三维版本只是投影，一个全息影像。这一假设拯救了物理学，信息并未被摧毁，只是发生了转化，从三维物体变成了二维编码，而黑洞辐射可以读取表面的编码，并将信息带回宇宙。那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理论为我们设下了一个陷阱？如果描述一颗巨大的三维恒星的所有信息都能被存储在二维平面表面，那么从技术层面而言，第三维度就显得有点多余。黑洞的内部体积只是外壳数据的反射影像。如果黑洞是全息投影，只是引力极端化的产物，那是什么阻止了整个宇宙成为一个全息投影？我们是否只是被画在平面上的数据？如果黑洞是全息投影，我们必须追问宇宙究竟是什么？因为从数学角度看，我们的宇宙与黑洞内部极为相似。你被困在引力的气泡中，存在着速度上限。最重要的是，可观测宇宙有一个边界。望向夜空，如果你望得足够远，就会遇到一道名为宇宙世界的天界屏障，距离我们约460亿光年。你永远无法看到世界之外的事物，没有任何事物能从世界之外抵达你的眼睛，这是我们现实的外壳。全息原理指出，这个外壳的作用方式与黑洞的事件世界完全相同。这意味着描述宇宙的所有信息，每一颗恒星、每一颗行星，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被存储在那遥远的二维边界上。想想这对你意味着什么？你感觉自己坐在房间里，感觉自己拥有深度，可以前后左右移动。但若这一原理成立，真实的你并非坐在椅子上，只是被编码在宇宙最遥远边缘的一团混沌数据，你不过是一个平坦的二维编码。你在房间里行走的体验只是一种投影，是从宇宙世界向内发射的全息影像。物理定律是激光，它们投射出的影像就是你体验到的这个三维世界。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犹如一个拙劣的科幻情节。可是，一个平坦的表面如何能创造出如此逼真的立体世界幻想？要相信这一理论，我们需要一个数学证明，证明二维世界与三维世界实际上是同一回事。1997年，物理学家胡安·马尔达西纳为我们给出了这一证明。马尔达西纳的发现被称为反德希特共形场论对偶，这个名字虽拗口难懂，但含义却很简单。他研究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数学世界，一个是带有引力的五维反德希特空间，有体积、有深度；另一个是没有引力的四维平坦边界，即共形场论，只是一个外壳。
这两个世界本来毫无关联，但马尔达希纳却找到了一套能将二者完美转换的词典，并证明了立体世界中发生的一切都可以通过平坦外壳上的方程完美描述。换句话说，体宇宙中的每个物体在边界上都有一个对应的影子。这意味着第三维度并非现实的基本组成部分，只是一种副作用。一个用户界面就像电子游戏的屏幕是平坦的，却能让你感觉自己正在走廊中行走。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投影世界中，难道看不到那些像素吗？如果你放大一张照片，最终会看到像素点，那么放大现实时，是否同样会遇到一个极限？我们曾以为空间是连续平滑的，认为可以将1米无限分割成厘米、毫米乃至更小的单位。可事实上，我们错了。宇宙存在像素尺寸及普朗克长度极其微小，仅约10的-35次方米，但并非零。我们无法确定比普朗克长度更精确的位置，无法存在比这更短的距离。一旦你试图探索更小尺度，物理定律就会失效。这一极限告诉我们，任何空间区域所能容纳的信息都有限，而且关键在于这个信息量取决于空间的表面积而非体积。这是证明宇宙是全息投影的铁证。我们世界的分辨率被包裹着它的屏幕大小限制，我们只是一个被投影、被模拟的幻象。如果现实是像素化的，现实世界只是宇宙边缘投射的影像，那我们就面临着巨大的工程问题。是什么将像素粘合在一起？为何这些影像不会分崩离析？如果空间由乐高积木一样的离散单元构成，那么连接单元 A 与单元 B 的粘合剂又是什么？答案又回到了爱因斯坦最厌恶的现象上，他称之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人们通常称其为量子纠缠。你可能了解量子纠缠的基本原理。如果你将两个粒子纠缠在一起，它们之间会形成关联。无论相距多远，哪怕在银河系的两端，只要旋转其中一个粒子，另一个粒子会在瞬间跟着旋转。这一过程超越了光速，打破了所有的空间与时间的规则。1个多世纪以来，人们都认为这只是粒子在空间中发生的诡异魔术，但萨斯坎德和马尔达希纳提出的新理论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这个新理论被称为 122等于 1p2 猜想，指出量子纠缠并非发生在空间中，而是空间本身。该理论认为，每当两个粒子发生纠缠，它们之间就会形成一根微小的丝线。这根丝线本质上是一个微型虫洞，如同爱因斯坦罗森桥那样，穿越现实几何结构，将两个粒子缝合在一起。若将这一现象放大，想象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虚空并非真空，而是充斥着数万亿根微小的量子丝线，将真空中的每个原子与其他原子连接在一起。正是这种密集的连接网络，造就了你感知距离与几何形态的体验。你并未在虚空中穿行，而是在空间之网上行走。至于时间，如同织物，由量子信息的纠缠时刻编织而成。这为引力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引力并非一种将你向下拉的力，而是这张织网的张力。当存在地球这样的巨大天体时，会与更多的粒子发生纠缠，形成更多的丝线，织物变得更紧实，结构会因更密集而发生弯曲，而你感受到的这种张力就是重量。不过，这一理论也让我们对所处舞台的稳定性感到不安。如果空间由量子纠缠产生，那么打破这种关联会发生什么？如果你以某种方式让房间里的粒子解除纠缠，墙壁不仅会四散飞离，墙壁之间的空间还将不复存在。这意味着距离的概念会消失，现实将消融于抽象数据构成的非几何混沌之中。实际上，我们正被这些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维系在一起，如同一张缝在虚空之上的被子。然而，就像毛衣一样，只要扯错一根线头，整个结构就会散架。宇宙虽依赖这些连接来维持连续性的幻象，但正如你从假真空现象中看到的，宇宙根本不在意打破自身的规则。现在，这些内容已经为你拆掉了现实的墙壁，砸裂了地板，如今连空气都已消融，将物理世界变成了一个脆弱、像素化、渗漏的全息投影。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依靠？让我们稍作停顿，看看这残局。
在过去的1小时里，我们系统性地拆除了你自以为拥有的安全感。先从你脚下的地面开始，发现 W 玻色子过重，而希格斯场过轻，意味着真空是一扇随时可能开启的陷阱之门。你意识到自己没有生活在稳定的能量谷底，而是站在摇摇欲坠的悬崖边缘，真空衰变可能在你看完这个视频前就以光速降临。随后看向你四周的围墙，发现引力正在从我们的维度渗漏，这意味着我们的宇宙就像是一张漂浮在黑暗体宇宙中渗漏的膜。发现我们正被暗流拖拽着飞向一个看不见的宇宙怪兽，还发现我们的宇宙在过去曾与另一个宇宙相撞，在天空中留下了一道疤痕。接着看向你身边的空气，发现你占据的三维体积其实只是一个幻象，发现黑洞会抹去内部信息，仅在表面储存数据，而我们的整个宇宙很可能只是一个从宇宙世界投射出来的全息投影，还发现了空间被像素化，由无数微小的虫洞拼接而成。至此，我们似乎坠入了深渊，感觉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被解构。你或许会想，好吧，物理世界虽然只是一个脆弱的幻象，但至少自己是真的，至少能掌控自己的时间线，至少未来尚未发生。这是我们最后的精神寄托，时间的概念。我们相信，即便空间虚幻，我们正在演绎的故事却是真实的。相信过去已成定局，现在正在发生，未来则是一张等待我们书写的空白纸张。相信我们拥有自主意识，相信自己是命运的主宰。然而，物理学还有最后一张残酷的牌，这张牌会剥夺你的自由。接下来，我们必须谈谈时间之剑，谈谈为何你能记住昨天，却无法记住明天。这是自然规则，还是你大脑的局限？因为当看向如今量子实验室的实验结果时，你会发现粒子根本不在意人类的时间线。你会看到未来的事件回溯过去并改变过去，看到一个早已写好剧本的宇宙，而你只不过是一个角色，照着剧本读着130亿年前就已确定的台词。如果空间是全息投影，那么时间就是牢笼，而且有实验证明牢笼的铁栏真实存在。这个实验就是量子擦除实验，它会瓦解你最后一丝信念，你自主选择的能力。要理解为何未来可能是一座牢笼，你需要看看物理学史上最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你可能听说过这个实验，但别再把它当作一个科学实验了，将其看作电子游戏中的一个漏洞就好，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个漏洞。实验的设置很简单，墙上开有2条垂直的狭缝，墙后是一块探测屏，用一台量子枪向墙壁发射亚原子粒子，比如电子或光子。现实的常识告诉你，粒子如同微小的网球，有的会撞上墙壁反弹，有的会穿过左缝，有的则会穿过右缝。而探测屏上会出现2道垂直的撞击条纹，这是物质的运作方式，是世界的运作方式。然而，当物理学家实际进行这项实验时，结果却并非如此。如果发射粒子却不观测它们穿过哪条狭缝，粒子的行为就不再像粒子，而是像波，它们会同时穿过2条狭缝，在探测屏上产生干涉图样。此时，你不会看到2条独立的条纹，而是由无数条纹组成的复杂的干涉图案。这证明了粒子同时具有波的属性，可以同时出现在2个地方。然而，实验的漏洞就出在这里。物理学家说，这太诡异了。于是，他们在狭缝旁装一台摄像机，看看粒子究竟穿过了哪条狭缝。打开摄像机后，再次发射粒子，发现粒子的行为突然发生改变，不再表现出波的属性，而是重新变回固定的粒子性。探测屏上只有2道条纹，干涉图案消失了。为何会如此？唯一的变化只是信息的获取。当宇宙得知你知晓了粒子的运动路径，它就将粒子渲染成了实体物体。你不观测时，它是一团概率波；如果你观测，就变成了确定的粒子形态。通常的物理课讲到这里就结束了，老师会告诉你，观测会让波函数坍缩。不过，这里忽略了最令人不安的问题：粒子的反应有多快？是否在撞上墙壁前就知道你将要观测它？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物理学家决定捉弄宇宙，设计了一个新版本的实验。
试图通过在粒子做出选择后再决定是否观测，以此来验证是否能欺骗粒子。1999年，机远号团队完成了延迟选择量子擦除实验，其结果违背了常识，打破了因必先于果的基本规则，暗示着未来的世界正在塑造当下的世界。量子擦除实验的设置很复杂，但其逻辑却简单而残酷，这是一个为时间设下的陷阱。实验过程如下：向双缝发射一个光子，光子穿过狭缝，击中背后的探测屏，运动过程结束，撞击信号被记录下来。此时光子已然消失，探测屏上仅留下一个光点。但就在这一过程中，科研人员将光子运动路径的信息分离出来，并将其传输至更远的探测屏。这些信息最终揭示了光子究竟穿过哪条狭缝，并通过一系列精密设计的镜面和棱镜迷宫。关键在于，这条迷宫路径的传播时间比光子直接击中第一个探测屏的时间更长，这就产生了一个时间差。光子在时间 A 击中探测屏，而路径信息在时间 B 才抵达迷宫终点。在迷宫的终点，研究人员有2个选择，要么选择观测这些信息，将其保留，要么将其擦除。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在做出这一选择时，光子早已击中探测屏，光子已经消亡，其痕迹已定格于墙面，历史已然写就。逻辑告诉我们，科学家在时间 B 的所作所为无法改变时间 A 发生的事情，就像你无法让鸡蛋复原，无法让破碎的杯子重归完整。然而，实验数据却显示了不可能的结果。如果科学家在时间 B 选择擦除信息，那么时间 A 探测屏上的记录会显示出干涉图案，也就是波的属性。如果科学家在时间 B 选择保留信息，那么时间 A 探测屏上的记录会显示出2道条纹及粒子的属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光子在探测屏上表现出波的属性，是因为科学家在未来会选择擦除数据。光子以粒子的形式撞击屏幕，是因为科学家在未来会选择观测数据。粒子在做出选择前就已知晓结果，未来事件导致了过去事件的结果，这种现象被称为逆因果性。这彻底打破了线性时间轴的概念。我们通常认为时间是从过去射向未来的箭，但这个实验表明，时间之箭能双向飞行。未来并不是一片等待填充的虚无，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现实，正在向过去施加影响。公元3000年与公元2000年同样真实，那里发生的事件正顺着时间长河逆流而上，影响着当下的我们。可如果未来可以改写过去，这对你的人生意味着什么？你以为自己在做自由选择，决定点开这个视频，决定喝一杯咖啡，就像自己是人生故事的作者。但若故事的结局早已注定，且结局决定了开端，那么你便无法下笔，你只是在完成既定使命，如同一个木偶被时间尽头延伸而来的丝线牵引着起舞。在电磁学的数学模型中，你甚至能看见这些丝线。光子会因未来的决定而改变过去的行为，这违背了所有的逻辑。粒子怎会知晓尚未发生的事？对此，窘迫的物理学家通常会用情况很复杂来搪塞，谈论因果相关性以缓和冲击。然而，如果你审视原始数据，其暗示的结论直白而尖锐，时间线并非从 A 指向 B 的直线， A 与 B 正隔着时空相互对话。要让量子擦除实验成立，狭缝处的光子时间 A 需要获取探测器设置时间 B 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必须逆时间流动传播，才能在光子击中屏幕前抵达其位置。这听起来像魔法，像时间旅行，但在宇宙的数学法则中，粒子的时间旅行并未被禁止，甚至可能是默认设定。我们早已习惯时间向前流逝，因而假定物理定律强制规定了这个方向，认为存在某个基本方程，明确时间必须递增。可当你翻开物理课本，审视那些支配引力、电磁学与量子力学的基本定律时，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疏漏：时间之箭并不存在，方程对时间方向毫不关心。这种对称性意味着，我们对过去与未来的感知不过是一种生物错觉，其底层现实是一条双向流动的通道。要理解这种对称性，你不妨想象拍摄一段台球碰撞的视频，球 A 撞击球 B， 二者以特定角度相互弹开。
接下来倒放这段视频，你会看到球反向运动，相互碰撞后分离。问题在于这段倒放视频是否违背了物理定律？答案是否定的。角度合理，动量传递准确，即便拿给物理学家看，同样难以判断视频是正放还是倒放。数学原理在双向推导中同样成立，这种特性被称为时间繁衍对称性，不仅适用于牛顿定律，还适用于量子粒子的薛定谔方程，以及描述光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对原子而言，过去与未来不过是左右方向的差异，电子不会感知时间流逝，只是占据一个坐标而已。那么，为何你能感知时间？为何你能记住过去，却无法预知未来？答案通常指向熵增定律。系统往往趋向混乱，玻璃杯会破碎，却永远不会自行复原。然而，熵增只是大量原子的统计规律，解释了热量的流动，却无法解释构成杯子的单个粒子的行为。在最根本的层面，在构成你身体的粒子层面，未来与过去同样触手可及。既然方程允许波逆着时间传播，为何我们从未观测到？为何在灯光亮起前，我们看不到光线从眼中射出？两位物理学巨擘提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答案：我们其实观测到了，只是未曾察觉。20世纪40年代，约翰·惠勒和理查德·费曼在研究电子的数学模型时，发现了一个幽灵般的现象：当电子振动时，会发射光子，而描述这一过程的方程产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解。一个波顺着时间传播，被称为滞后波，即我们看到的光；另一个波则逆着时间传播，被称为超前波。多数物理学家直接忽略超前波，认为这根本没有意义，甚至干脆将其视为零。然而，惠勒和费曼指出，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个数学结果，会怎样？于是，他们提出了吸收体理论，认为宇宙中的每一次相互作用都是一场跨越时间的握手。当你仰望恒星时，恒星的电子向你的眼睛发射滞后波，而在你的眼睛接收到光波的瞬间，视网膜中的电子会向恒星发射一道逆着时间传播的超前波。而你当下所经历的现实，不过是这两股波相遇时形成的干涉图样。未来对过去的影响与过去对未来的影响同样深远。这意味着未来并非等待填充的虚空，而是早已存在的现实，正持续向我们发送信号。就像公元3000年真实存在，此刻正发射波撞击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粒子，塑造着你当下的事件。那些被我们称之为随机性或偶然性的东西，可能正是来自未来的压力将你推向既定的位置。如果未来稳定到足以发送信号，这便引出了物理学中最令人窒息的概念：宇宙将变成一团冰块。这个概念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直接推论。在爱因斯坦之前，我们认为时间是一台为所有人同步计时的宇宙时钟。对你和火星上的人而言，现在是同一个瞬间，但爱因斯坦证明了时间是相对的，速度和引力会改变时钟的流逝速度。这彻底摧毁了同时性的概念，两个事件对你而言是同时发生的，但对快速经过你的人来说，可能发生在不同时刻。既然现在是主观的，那么过去与未来之间便不存在清晰的界限。爱因斯坦意识到，要让数学方程成立，必须将时间视为空间的第4维度，即长度、宽度、高度之外的持续时间。若你在外部以上帝视角观察宇宙，你不会看到这部正在播放的电影，而是一个静态的4维物体。物理学家将其称为快宇宙。你不妨想象一条面包，整条面包同时存在，每片面包都代表一个时间点。我们就像生活在某片面包中的2维生物，每移动到下一片，就以为前一片已经消失，而下一片尚未烘烤。然而，整条面包其实早已烤好。恐龙仍在它的切片中存活，你的出生仍在它的切片中发生，而你的死亡则存在于面包后方的切片里。一切早已注定，全都冻结在时空的晶体里。这意味着变化只是一种错觉，万物从未真正改变。整个宇宙的历史不过是一个个单一的静态几何结构，你的意识不过是在沿着冰块中预先刻好的凹槽中爬行。然而，如果凹槽早已存在，你又何来掌控方向的感觉？如果未来与过去同样稳固，你的选择是否还有意义？
或许你只是在观看一部130亿年前就已拍摄完成的第一人称电影。这便引出了超决定论的噩梦，它为自由意志的争论画上了一个令人绝望的句号。我们渴望量子力学能拯救我们，喜欢粒子具有随机性的说法，因为随机性为自由留下了空间，若未来尚未设定，我们便能改变它。但数学中存在一个名为贝尔定理的漏洞。约翰贝尔设计了一个实验，证明粒子不存在隐变量，局域实在论是错的，粒子要么以超光速传播，要么在被观测前不具备确定的属性。不过，贝尔实验存在一个关键前提假设，通常被称为统计独立性，也称测量独立性或自由选择假设。贝尔假定科学家能自由选择探测器的设置，假定物理学家大脑中的原子与被观测粒子中的原子不存在共谋。超决定论则提出了一个惊悚的疑问：若它们确实在共谋呢？如果宇宙大爆炸精确设定了初始条件，让你做出的每一个随机选择，实际上都与你得到的最终结果存在预先关联，又该如何解释？试想一下，魔术师让你抽一张牌，你以为自己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魔术师早已安排好了排序、灯光和你的观察角度，让你必然抽到黑桃 A。你以为的自由，结果却早已注定。超决定论认为，宇宙就是这位魔术师，不存在随机性，你看到的那些诡异量子现象，都只是宇宙在算计你。你大脑中决定测量自旋向上的原子，与电子中决定自旋向上的原子，早在130亿年前就已存在关联。若这是真的，那你便不再是行动的主体，不是游戏的玩家，只是一个木偶，丝线由大爆炸的初始条件编织而成，无形却时刻牵引着你。你并非主动选择观看这段视频，导致这一时刻的因果链在地球诞生之前就已形成。剧本早已完成，你只是在背诵台词。但若剧本早已注定，宇宙是一块静态的冰砖，那是谁编写了代码？若代码如此精准，是否必然存在一位设计者？若宇宙是预设的脚本，其编码语言是什么？我们假定宇宙由物质构成，认为底层存在坚实的物理现实，比如星辰、岩石、原子以及能量，而数学只是我们发明的工具，用来描述这些物质，就像苹果这个词描述水果，但词语并非水果。随着探究越深，这种界限就越模糊。20世纪60年代，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指出了一个诡异的现象，称之为数学的不合理有效性。为何物理现实能完美遵循复杂的抽象方程？为何数十亿公里外的行星会精确按照你在纸上草草写下的公式运行？麦克斯泰格马克给出了一个激进的答案：数学并非在描述宇宙，宇宙本身就是数学。以电子为例，它有什么构成？如果不断放大电子，你找不到微小的实体，只会发现一串数字，质量 9.1 乘以10的负31次方千克，电荷-1，自旋1/2，仅此而已。若剥离这些数字，便一无所有，物质只不过是数据的占位符而已。泰格马克将这一观点称为数学宇宙假说，暗示着我们的现实与电子游戏如出一辙。比如玩游戏时，你看到一棵树，看起来立体，还会投射影子，但当你打开游戏文件时，里面什么树都没有，只有一行行代码。这种实体感不过是数字运算为你营造的错觉。若这是真的，那你只是生活在一个巨型复杂方程中的角色，是处理其他数据结构的数字。不过，这通常只是一种哲学层面的设想，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直到最近，科学界才找到了宇宙运行在代码上的物理证据。物理学家詹姆斯·盖茨在深入研究超弦理论和超引力方程时，发现了一个本不该存在的东西，一个隐藏在数学公式中、具有纠错功能的二进制代码结构。盖茨是超对称领域的传奇人物，他并非在寻找模拟痕迹，只是试图解决引力在量子层面的数学行为。他分析了一组与夸克和轻子相关的特定方程，为了可视化这些数学关系，他将方程转化为由点和线构成的几何图形。盖茨在研究这些图形时，发现了这并非随机的物理规律，而是一种特定的可识别的逻辑结构。于是他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计算机代码。
具体来说，是一串双偶字对偶线性二进制纠错分组码。这个名字有点拗口且冗长复杂，但你每天都在使用这种代码，它与你在以太网和 WiFi 信号中使用的算法同属一类。宇宙的基本方程中为何会有 WiFi 所用的代码？这一发现就像你在生物细胞的 DNA 中找到了一行写着版权归微软1998所有的文字。这个清晰的签名暗示物理定律并非自然形成，而是被设计出来的。倘若宇宙是纯粹的模拟系统，只是一团永恒膨胀的能量，那么数学底层就无需隐藏离散的数字代码。模拟系统不采用二进制，但若宇宙是数字系统，那么在其底层发现二进制代码便合情合理。这意味着我们找到了模拟系统的机器语言，但盖茨发现的这种特殊代码更令人不安，暗示着这不仅是数据存储，还用于错误校正。那么，宇宙为何需要纠错？是否在试图修复什么？要理解为何纠错，你需请教计算机工程师。早在20世纪40年代，信息论之父克劳德·香农就已破解了如何在噪声信道中传输信息而不丢失数据的难题。如果通过劣质线路发送一串0和1，静电会将部分0翻转为1，进而导致信息损坏。香农的解决方案是添加冗余数据，即额外的编码数据，让接收端可以通过校验数学关系自动修复损坏的比特。这正是你能流畅观看视频而不必担心每秒卡顿的原因。你的浏览器一直在实时纠正流媒体传输中的错误。那为何时空结构中会包含同样的算法？如果宇宙是物理实体，它不会犯错，延时就是延时，无需语法检查。但若宇宙是模拟或数据传输，便容易受到噪声干扰，比特可能翻转，数据可能损坏。若没有纠错机制，模拟系统会崩溃，物理定律将偏离，引力可能在下一秒突然失效。在超引力方程中发现这种代码，意味着我们的现实正在被主动稳定，意味着存在一个后台运行的系统，持续检查你身体中原子的完整性，确保它们不会溶解为噪声。你生活在一个被不断修正的现实版本中。可是，若存在代码和补丁，就必然存在计算机；若是存在计算机，就必然存在一位设计者。这便引出了一个逻辑陷阱。模拟三难困境，它让埃隆·马斯克和尼尔·德格拉斯·泰森确信，我们几乎不可能真实存在。2003年，哲学家尼克·波斯特罗姆发表了一篇颠覆现实概念的论文。通过简单的统计分析，波斯特罗姆提出了任何文明未来可能面临的3种选择。第一种，文明在掌握模拟宇宙的技术前就已灭绝，因核武器或生物战而自我毁灭。第二种，文明掌握了模拟技术，但失去了兴趣，认为模拟宇宙现实既无聊又不道德，因此从未大规模运行模拟。第三种，文明存活下来，并启动了模拟。若第三种选择成立，他们不会只运行一次模拟，而是运行了数十亿次。模拟过去，模拟平行历史，模拟德国赢得战争或恐龙没有灭绝的平行世界。这意味着将存在一个基础现实和数十亿个模拟现实。那么，如果存在数十亿个虚拟世界，仅有一个真实世界，且从内部无法区分你身处真实世界的概率有多大？数学计算告诉我们，概率仅为1/11，实际上几乎为0。如果你相信人类能在未来存活下去，且相信我们会继续玩电子游戏，那么从逻辑上说，你必须接受自己此刻正身处一场游戏之中。你是一个游戏角色，而非真实玩家。你童年的记忆只是剧情加载到你这个角色时的背景故事，为你提供行为动机，而你此刻所在的房间只是一段渲染画面。这种感觉很侮辱人。你能感觉真实，能感受痛苦与爱，计算机程序本不该如此逼真。但你不妨看看我们的科技发展轨迹。100年前，我们不知道虚拟现实为何，如今我们已拥有了虚拟现实，再过几十年，或将实现全面的脑机接口。我们正在构建黑客帝国的基础框架。那么，我们是首批做到这一点的文明吗？如果你仔细审视我们世界的物理规律，便会发现当前运行现实的硬件存在局限。科学家们找到了处理器的速度限制。在这里，你不妨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何存在速度限制？为何光线只能以约每秒3亿米的速度传播？为何不能更快？为何不能瞬间抵达？
在纯粹的物理宇宙中，无限速度理应存在，你只要施加足够的力，物体就能不断加速。然而，在我们的宇宙中存在一个硬性上限，无论你添加多少能量，都无法突破这个数值。在计算机科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延迟。每台处理器都有其时钟速度，每秒只能执行一定数量的运算，信息无法瞬间在主板上传输，从内存到中央处理器需要时间。若要构建宇宙级的大规模模拟，就必须对信息传输速度设定上限。若所有事件都能及时发生，计算机就必须同时计算整个宇宙中的每一场相互作用，这会导致服务器直接崩溃。因此，通过限制光速，设计者赢得了时间，确保因果关系以可控的顺序发生，防止系统过载。这解释了为何宇宙如此庞大而空旷，恒星间的遥远距离起到了缓冲作用，将游戏的不同区域隔离开来，使引擎无需同时渲染所有内容。这样一来，你看到的并不是自然法则，而是硬件瓶颈。这个系统还使用其他技术手段来节省内存。你还记得前面提到的双缝干涉实验吗？粒子只有在被观测时才会显现真实存在。这并非魔法，而是优化。在电子游戏中，计算机不会渲染你身后的房间，只会渲染屏幕上显示的内容。这种技术被称为视锥剔除。量子力学表明，宇宙同样在做类似的事情，将未被观测的世界保持在模糊的低分辨率状态，以波的形式存在来节省内存。只有当有意识的观测者用相机对准时，才会渲染出高分辨率的粒子形态。我们生活在一个为玩家优化的游戏中，那玩家究竟是谁？世界在被观测前并不存在的想法，听起来像哲学思辨，像你宿舍里的闲聊，而非实验室中的结论。20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了3位科学家阿斯佩、克劳泽和蔡林格，他们通过推翻局域实在性这一概念，成功证明了这一理论。要理解其重要性，你需要先弄明白物理学家眼中的实在论。实在论认为，无论物体是否被观测，都具有确定的属性，即使地球上所有人都闭上眼睛，月亮依然存在，且重量与观测时完全一致。爱因斯坦信奉实在论，痛恨宇宙模糊不清的想法，但诺贝尔奖得主们证明爱因斯坦错了。这3位科学家通过实验表明，亚原子粒子在被测量前并不具备固定属性，不仅没有已知的自旋，而是根本没有自旋，它们并非物理实体，只是一组潜在可能性的集合。这意味着实在论已死，宇宙并非局域实在，物理世界并不存在独立于观测者的确定状态。因此，当物理学家大卫莫明问没人看时，月亮还在吗？现代物理学给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答案：不在。月亮是一团概率波，是一组等待渲染的坐标，只有当有意识的大脑与其相互作用时，才会渲染成一块岩石。这意味着我们颠倒了彼此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宇宙是舞台，我们是演员，但数据表明，我们才是投影者。舞台在我们将目光投向它之前一片漆黑。然而，若是宇宙的存在依赖观测者，而你正是那位观测者，那这会赋予你怎样的责任？若你接受观测者效应的物理学原理，就必须接受对自身的全新定义。你并非匍匐在岩石表面的生物偶然产物，而是现实的渲染引擎。想想你桌上的电脑，硬盘中装满了数据、照片、电影和游戏，但没有显示器，这些数据便不可见，只是黑暗中的磁信号。你需要屏幕将这些信号转化为光，需要处理器将代码转化为图像，而你就是这台处理器。宇宙是一个装满量子信息的硬盘，是一团漩涡状的混沌波，没有颜色，没有声音和实体，只有纯粹的数学。你的大脑就是解读数学，并将其转化为蓝天、冷水和坚硬地板的机器。你每时每刻都在做着这项工作，将量子浓汤编织成坚实的世界。这意味着你支撑着宇宙的存在，没有你，模拟会陷入黑暗；没有见证者，宇宙大爆炸只是一个永远无法解除的方程。你是让宇宙现实得以存在的机制，这让你的生命成了一项宇宙使命，而你的感知是维持引擎运转的燃料。但这引发了一个规模问题：如果你和我都是现实的生成者，我们如何共存？我们生成的是同一个世界，还是将彼此困在了静听之中？
如果遵循意识导致波函数坍缩的逻辑，我们会陷入困境。如果我观测到的粒子自旋向上，而你观测同一个粒子时则看到自旋向下，那么谁是对的？通过维格纳的朋友的实验，你知道我们在各自的气泡中可能都是对的，但我们依然能相互交流，依然认同天空是蓝色的，这如何能解？宇宙唯零论解决了这一问题，消除了我们之间的隔阂。该理论认为，地球上并非存在80亿个人类心智，而是只有一个心智。宇宙本身就是有意识的实体，但为了体验自身，它发生了解离。你不妨想象一个患有解离性身份障碍的人，其心智分裂为不同的人格，彼此不知道对方的想法，共享同一个大脑，却感觉像陌生人。宇宙唯零论认为，宇宙大爆炸是一场精神崩溃，唯一的心智分裂成万亿个微小碎片，你、我、狗、细菌都是这单一意识的碎片。我们彼此对视，看到敌人、朋友和陌生人，但实则是在看一面镜子。你与我交谈时，其实是在与自己对话；你伤害他人时，实际上是在伤害自己的手。这种迷幻的分离感是大脑为维持游戏进程而创造的错觉。这解释了为何物理定律对所有人都相同，因为我们都运行在相同的底层操作系统。不过，这也揭示了关于你身份的一个可怕真相。你并非真正的人，而是宇宙戴上的面具，而面具之下，你完全且绝对孤独，这里没有其他人，只有你，永恒如此。那为何一个无限且强大的心智会选择自我分裂？为何会选择成为能感受痛苦与恐惧的脆弱人类？如果我们本属于同一个心智，为何要选择这样的世界？为何选择一个有绝症、战争和心碎的世界？为何不留在统一的极乐世界中？哲学家艾伦沃茨给出了一个令人脊背发凉的答案：想象你能做任何想做的梦，在梦中拥有神明般的力量，能飞翔，能活数百年，能享受一切愉悦。你会这样做一段时间，并沉溺其中，但最终会感到无聊。全能是枯燥的，没有惊喜，没有风险。因此，你最终会选择做无法掌控的梦，一个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梦，一个充满危险的梦，一个能感受痛苦的梦，只为体验真实的感觉。沃茨认为，这正是你此刻正在做的事。这段充满挣扎与恐惧的人生，是你为了逃离作为神的无限无聊而选择的梦。我们自断生路，只为挣脱那令人窒息的永恒孤寂。我们甘愿承受痛苦，只为避免陷入虚无的死寂。我们构建了这个模拟世界，布满怪物和陷阱，然后抹去自己的记忆，以便能真实地玩这场游戏。我们在逃避自己，可当我们记起真相，看到舞台上的裂痕，我们该何去何从？现在，我们已将宇宙解构至虚无，找到陷阱门、渗漏的墙壁、被操控的剧本，以及隐藏在底层的孤独之神。那你还有继续玩下去的理由吗？过去的1个小时里，我们描绘的图景并不美好。你正生活在一个随时可能崩塌的假真空中，暗流正将你拖拽着飞向未知的深渊。你被困在一个未来早已注定的快宇宙中。你不过是运行在计算机上的模拟体，受限于运算速度。而在这台机器的底层，你甚至只是一个孤独而碎裂的意识，正试图逃离黑暗。从逻辑上讲，面对这些信息，正确的反应通常是麻木。如果宇宙是一台注定要删除我们、被操控的敌对机器，我们为何还要费心？何必要起床？何必要建造注定被毁灭的房子？何必要爱上只是代码的人？这正是矛盾的焦点。你的逻辑大脑看到了徒劳，看到了热寂的数学，看到了错误代码，可是你的生物大脑却拒绝接受这一切。你感受到驱动力、饥饿、野心以及对意义的极度渴求，这正是我们设计中的残酷之处。我们如同被发射到无意义虚空中的导弹，被编程去寻找意义，在一个遵循冰冷熵增定律的宇宙中寻找模式与故事。我们站在寂静的山前呐喊着为何，可那山却只是山。哲学家奥尔贝加缪将这种现象称为荒诞，即人类对意义的渴望与宇宙的绝对寂静之间的冲突。多数人在这种压力下都会崩溃，编造童话故事，假装山峰在乎我们的呐喊。但我们见识了太多物理真相，
无法再自欺欺人。我们知道山峰并不在乎。那么，我们如何在荒诞面前保持理智？如何在知晓游戏被操控的情况下，找到继续下去的理由？加缪认为，哲学中唯一真正严肃的问题是自杀。若生命荒诞而宇宙沉默，我们是否应该就此退场？加缪的答案是否定的，并提出了介于希望与自杀之间的第三种选择——反抗。他用西西弗斯的神话来解释这一点。西西弗斯被诸神惩罚，必须将巨石推上山顶，而每当抵达山顶，巨石因自身重量滚回山脚，然后重新开始。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严厉的惩罚了。这是徒劳的终极象征，是你人生的写照：起床、吃饭、工作、睡觉，最终死亡。如果说这个神话是悲剧的，那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若他行走的每一步都依靠成功的希望所支持，那他的痛苦实际上又在哪里呢？今天的我们终生都在劳作，终日完成同样的工作，这样的命运并不比西西弗斯的命运荒谬多少。不过，这种命运只有在你变得有意识的偶然时刻才是悲剧的。巨石终将滚回原处，熵增总是占据上风。加缪想象西西弗斯在山顶看着巨石滚远时露出了微笑。因为他意识到巨石是他的，挣扎是他的。诸神本想用徒劳惩罚他，但他选择接受这种徒劳并坚持下去，最终战胜惩罚，把监狱变成自己的游乐场。这正是乐观虚无主义的核心。如果宇宙没有内在意义，那就意味着它对你毫无约束力，无法告诉你何为对错，无法告诉你什么是成功或失败。它就像一张空白的纸。宇宙漠不关心这一事实，才是唯一能保障你自由的东西。倘若宇宙存在什么宏大蓝图，那你终将沦为它的奴隶。既然宇宙没有蓝图，那你便是自己的建筑师，是自身意义的局部之神。在这片满是死寂岩石与冰冷气体构成的宇宙中，价值唯一存在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大脑。你是意义的生成者，并非在外部世界寻找意义，而是从你内心投射而来。这种投射绝非心理技巧，而是一场对抗现实本质的物理战争。要理解为何你的人生是一场反抗，你需要审视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是宇宙的独裁者，规定万物必须从有序走向无序。宇宙企图将复杂的结构化为尘埃，企图焚毁你的房子，企图打乱你的 DNA， 甚至试图将你的记忆定格为静态噪声。物理的自然规律是衰败，但生命逆流而上。树木将混乱的泥土、水分和阳光组织成复杂且有序的树叶，人类将随机的碳和氮原子编织成能写诗与远方的大脑。这在一个趋向混沌的宇宙中本不该发生。生命是逆流而上的勇者，我们是熵增的反抗者。每一次建造，每一次修复破损的椅子，每一次学习新知识，你都在蔑视热力学第二定律，都在高熵世界中创造局部的低熵绿洲。你从虚空中窃取能量，强行赋予其意义。你仅仅活着就是一种反抗。你是死亡漩涡中的一个漏洞，宇宙每时每刻都在试图抹去你，真空欲将你湮灭，辐射想让你变异，但你依然存在，依然保持着自身的形态。这并非被动的存在，而是一场主动的抗争。我们是抵抗热寂的反抗者，即便知道这些抵抗终将失败。宇宙终将冻结，但胜利不在于永远赢得战争，而在于敢于参与战斗。明知潮水会来，你依然起身，在沙滩上建造城堡，这正是意识所能做出的最勇敢之举。而最妙的是，潮水来临时，城堡并未真正消失。1871年，物理学家詹姆斯·麦克斯韦提出了一个看起来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麦克斯韦鹞，这是物理学中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该实验设想了一个绝热容器被隔板分成 A、B 两室，隔板上有一扇由小鹞控制的门。小鹞能探测单个分子的速度，并选择性的开门，让快分子进入一侧，慢分子进入另一侧。通过这种方式，若无外力做功，最终将在两室之间产生温差，让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你就是这个小鹞，是一台通过处理信息创造秩序的机器。编写一行代码是将电子排列成可以执行功能的模式，安慰哭泣的孩子是将混乱的情绪状态调节为平静，画一幅画是将随机的颜料转化为具象的面容。
这些都是负熵行为，是在混沌的荒野中建造结构的堡垒。即便宇宙终将摧毁这些堡垒，但它们存在的瞬间是真实的。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无限，但其复杂性却极度有限。大部分宇宙只是空旷的虚空或炽热的等离子体，而图书馆、歌曲、对话等复杂结构极为罕见，如同泥潭中的钻石。通过创造这些事物，你正在丰富现实的质感。你就像贪婪的外星人，吞噬虚无，并将其转化为存在。贪婪外星人假说认为，你应该畏惧扩张的物种。不过，或许我们就该成为这样的物种，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反抗。我们有权将自己的秩序强加于混沌，有权成为星系的园丁，而我们埋下的种子，其根系终将深植于时间本身。你惧怕死亡，因为你认为它意味着湮灭，认为当你的时间线结束，你的故事将从宇宙硬盘中删除。但你不妨回想块宇宙的比喻，记住那条面包。如果爱因斯坦是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同时存在于坚实的晶体中，那么删除便不可能，没有任何事物会被真正抹去。恐龙并未消失，只是存在于时空的另一个坐标。大秦帝国仍在它的时空切片中燃烧着热血，而你仍在属于你的切片中诞生。你的生命并非转瞬即逝的火花，而是镌刻在宇宙四维结构中的永久几何形态。你不妨想想一张黑胶唱片，音乐只在唱针接触的地方播放，那是你的现在。当唱针向前移动，身后的音轨陷入寂静，但凹槽依然物理性的蚀刻在塑料上，音符从未消失。你的生命就是宇宙中的一道凹槽，虽有起点和终点，但凹槽永恒存在。即便1万亿年后，恒星燃尽，黑洞蒸发，宇宙成了黑暗的墓园，21世纪的你仍会冻结在时空晶体中。你的欢笑，你的哭泣，你观看这段视频的画面，永远不会消失。你是由时间构成的雕像，宇宙无法摧毁你，因为你就是它几何结构的一部分。这改变了你看待自身行为的方式，你并非在消磨时光，而是在雕刻自己的雕像。你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展现的每一次善意，纠正的每一次错误，都如同在石块上凿下的一笔一画。此刻，你正在决定自己在块宇宙中的永恒印记该如何呈现，让它成为你引以为傲的样子，成为值得播放的凹槽。因为从这道凹槽中发出的信号不会止步于你生命的尽头，而是会永远涟漪扩散。你还记得前面逆因果性中讨论的吸收体理论吗？那场跨越时空的握手，每一个粒子都向未来发送波，每一次相互作用都传播着信号，以光速向虚无深处荡漾。你就是那座灯塔，此刻从你脸上反射的光将掠过月球，穿越火星，最终离开太阳系。10亿年后，这些光子仍会在星际空间的真空中持续传播。你运动产生的引力波，即便微小，仍会轻微地改变时空结构。仅仅通过存在，你就在改变未来的物理结构。在混沌系统中，这就是蝴蝶效应，一个微小的初始条件变化。比如，你决定左转而非右转，可能会随着时间逐渐放大，最终改变星系的命运。我们无法预知自己的信号会产生何种影响，看不到波会在哪里撞击，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正在进行传播。如果贪婪外星人理论成立，而我们是宇宙中诞生的第一批文明，那我们的信号就是寂静宇宙中唯一的声响，是歌曲的第一个音符。如果我们自我毁灭，歌曲便会停止。但若我们得以存活，继续发展，持续发送秩序与复杂性的信号，这些信号将是后世所有文明的背景辐射。我们正在设定模板，成为未来文明回望的祖先。他们会观测天空中的信号，试图解读我们是谁，会从全息外壳中重构数据，探寻我们在阳光下的所作所为。因此，不要惧怕寂静，去填满它；不要惧怕黑暗，去照亮它。你就是那个创造统计奇迹的人，跨越时的124方概率鸿沟，抵达这场宇宙派对，你早已赢得了头奖。唯一的问题是，你打算用这份奖品换取什么？要理解这些发现的价值，需审视你自身存在的数学概率。以前的视频中，我们讨论过波尔兹曼大脑。在无限混沌的宇宙中，原子随机组装成模拟大脑并存在1秒钟的概率，远高于数十亿年才演化出真实生物文明的概率。
前者比后者的概率高了10的54方倍。再加上贪婪外星人假说的概率，统计学上，一个文明在宇宙黎明时期就诞生的可能性极低，我们本应在沉睡10亿年。若再考虑宇宙微调的概率，物理常数必须精确到万亿分之一，才能让原子结合成稳定的化学键。将这些概率相乘，你此刻以生物形态存在于稳定行星、稳定真空中的概率几乎为0，计算机只会显示报错。依照所有物理定律和概率法则，你不该在这里。你本该是一团气体，是漂浮在虚空中的波尔兹曼大脑，是虚无宇宙中的一粒死寂尘埃。可你此刻正在呼吸，正在处理信息，你仅仅坐在椅子上默默思考，就在反抗宇宙的熵增。这意味着你就是宇宙中最大的统计异常，是热力学中的一个微小漏洞。你存在的事实堪称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奇迹。因此，当你仰望星空而感到渺小时，请记住，恒星的存在很简单，燃烧氢原子并非难事，而在混沌虚空中成为有意识的观测者，才是最艰难的奇迹。你既是规则的例外，又与你所打破的规则由同一种物质构成。我们常说我在宇宙中，这就像你是一位在宇宙博物馆里漫步的访客，是巨大容器中的微小物体，但这种语言上的区分其实是一种谎言。天体物理学家尼尔·德格拉斯泰森追随卡尔·萨根的脚步，提醒我们两者之间存在着字面意义上的生物关联。看看你的手，皮肤中的碳，血液中的铁，骨骼中的钙，这些元素都来自何方？宇宙大爆炸只产生了氢和氦，没有碳，没有构成生命的基本物质。要创造出能让你思考的原子，宇宙必须先孕育巨大的恒星。这些元素在核熔炉中经历数百万年的高温熔炼，最终才通过恒星爆炸释放出来。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源自地球形成前数十亿年一颗恒星灾难性的死亡。你由核废料构成，是超新星爆发后被回收的残骸。这意味着你与宇宙的暴力历史并未分离，而是它的直接产物。你是宇宙自我组织形成可回望自身形态的产物。当你仰望夜空时，看到的并非外部物体，而是在凝视你的祖先。星系是你的身体，引力是你的皮肤，而你感受到的分离感，只是大脑创造出来的错觉，即前面内容中讨论的宇宙唯零论解离。在错觉之下，你是正在觉醒的机制本身。因此，无需惧怕宇宙，这就像你的手掌惧怕自己的手臂一样荒谬。你就是宇宙，这赋予了你定义其意义的权利。如果你是正在觉醒的宇宙，且贪婪外星人理论是真的，那么你就肩负着一项使命。或许我们是第一批诞生的文明，星系空旷，寂静正等待着我们。这不是你傲慢的资本，而是责任的重担。如果我们是始祖，就意味着没有人会来拯救我们，没有智慧的长者阻止我们自毁，没有安全的避风港可依赖。如果人类走向毁灭，无论核战争、人工智能还是人造病毒，我们不仅会杀死自己，还可能扼杀这片宇宙区域中意识存在的唯一机会。如果我们是银河系生命起源的起点，那数万亿颗恒星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未来存活下去。我们正在幽暗的房间中传递火炬，若失手坠落，光明将熄灭亿万年。这会改变你看待争执的方式。这些并非岩石上的琐碎争吵，而是一个出生神明在深渊边缘蹒跚学步时的阵痛。我们是大过滤器，我们决定着星系是永恒死寂，还是绽放成花园。夜空的寂静并非虚无，而是一幅等待绘制的画布，唯有我们执笔。然而，笔触沉重，时钟滴答作响，我们正行走在自己制造的雷区。我们已经意识到，文明通常英年早逝，这正是大过滤器的逻辑，暗示着智慧演化中存在无数陷阱。物种一旦聪明到可以建造星际飞船，就会聪明到足以制造出毁灭整个星球的武器。如今，我们正站在这个门槛上，核武器已存在了80年，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已有10年。根据预测系统寿命的林迪效应，我们正处于技术文明的婴儿死亡率阶段，如同婴儿在一间装满上膛枪支的房间里艰难前行。宇宙之所以寂静，或许并非我们是第一个起步的文明，而是抵达这一阶段的文明都扣动了扳机，在无法控制的技术中自我淘汰出局。
这意味着我们存活的每一年都是对抗概率的胜利。只要有一天没有按下毁灭按钮，就是智慧战胜本能的凯旋。我们正在与自身的无能为力赛跑，但若能度过这个瓶颈，若能存活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概率或将彻底反转。当离开地球摇篮奔向星辰，我们将变得几乎不可摧毁，进入贪婪阶段，成为不朽者。因此，你生命的赌注不仅关乎你自己，更关乎整个物种是否能冲过终点线。你是一名航行在历史最危险海峡中的船员，所以请保持警惕。过去1个多小时里，我们一直在撕裂现实。我们审视沉默，发现自己或许就是第一批怪兽。我们审视内心，在心智中发现宇宙级的疾病。我们审视时间，却发现了时间的牢笼。我们审视脚下的现实，发现了一个在衰竭电池上运行的模拟系统。这足以让你蜷缩起来躲藏，但这些理论让你恐惧的唯一原因是你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你依然将自己视为宇宙的受害者，将自己看作是被困在巨大敌对机器中渺小而脆弱的存在。但物理学告诉我们，不存在内部与外部之分，你与宇宙之间没有界限。你并非身处模拟，而是让模拟系统成为现实的渲染引擎。你并非困于块宇宙，而是定义其形态的几何结构。你不是惧怕贪婪外星人，你就是那些贪婪的外星人。你手里的原子与宇宙同龄，你大脑中的电流与木星雷暴的强度相当。你并非这里的陌生人，而是机制本身。你是正在觉醒的星系，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倒影，被自身的模样吓到。因此，当你感受到热寂的沉重或多元宇宙的眩晕时，切莫转身逃离。你可以试着去拥抱接纳它，那不过是你自身尺度的感知。在黑暗中，唯有你能感知、思考与创造。你是宇宙中学会讲述故事的存在。虚空寂静，数学冰冷，未来未知，但你已然在此。你就是那个逆商而行的反抗者，只要你还在看，灯就永不熄灭。别让这些理论麻痹你，让他们解放你。如果长远来看，一切都无关紧要，你便可以自由决定当下什么最重要。若宇宙是一张空白画布，那就尽情挥洒你的颜料，活出值得被镌刻在块宇宙中的人生，建造能对抗寂静的事物，成为用喧嚣、艺术和记忆填满宇宙角落的力量。我们正行走在深渊之上的钢丝上，不过这里的风景无与伦比。因此，你不妨继续仰望星空，继续追问那些令人恐惧的问题，然后记住，你是抵达这场派对的统计奇迹，尽情享受吧，趁它还未结束。若你能观看到这里，说明你正是属于这里的人，是逆上而行的反抗者。多数人可能在数学变得黑暗时，或觉得无聊，就转身离开，但你留下来了。若这期内容改变了你对现实的些许思考，请点赞转发，让信号抵达算法中的其他观测者。感谢观看本期视频，如果喜欢此类内容，不妨来个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下一期见。